二是在古代，羊是一种财富的象征，是一种用作犒劳的祭品。用羊做礼品，只要能满足向祖宗祭祀报告的要求就行了，表示这种彩礼很庄重，也是刚好满足刚需，并不奢侈。三是和羊身上具备的几个美德有关，比如头上有角，但它不会用角伤人，这是仁。羊知之不明，杀之不啼，牵走它不叫唤，杀它时也不会啼哭，这是临死不惧的义。羊吃母乳，必跪而受之，这是礼。所以羊具备仁义礼这三大美德，是民间高度认可的一种治理。第七个是当门悬壶，点出《礼记》在古代生男孩在门左挂弓，所以如果参加同事朋友家的满月礼，或者给对方孩子挑选礼品时，男孩的话，今天的人们大多是买玩具汽车或仿真枪，但讲究一点可以送一张弓，也是不错的。第八个典故是关于人性的弱点，常常被人们忽视，就是这句晚年通缉不续道行。祭是将具有姓名、年龄、身份的竹片挂在宫门外，经核对相合者才能出入宫门，因此后来便称做官为通缉。男人晚年才做官的人，他们的老婆往往会不顾一切的倒行逆施。这个典故原出自伍子胥为父报仇，攻城后掘楚平王墓鞭尸，他的朋友指责他这样做太过分了。伍子胥说：“吾日暮途远，无故倒行逆施之。”意思是我年纪大了，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了，所以要倒行逆施。在本文中，作者只说晚年当官者的老婆会倒行逆施，其实从历史上看，男人也毫不逊色，比如主父嫣、蔡京、严嵩、来俊臣等等。从人性的弱点看，晚年才得志得势的人和他的家人，由于长期郁郁不得志，一旦在晚年获得权力，便容易产生强烈的补偿心理，加上年龄焦虑，不赶紧捞点就要退休了，所以大概率会行事急切，不守常规，甚至走向极端。这可以补充我们印象中对老成持重、老谋深算的那些当官者的认识。其实要是按照我吃干抹净的读书原则，这篇文章应该要逐句解析，但那样下来视频内容就太冗长了，也没必要。这篇文章虽然用典很多，但总体上还是通俗易懂的，相信你只要多读几遍，就差不多能明白了。如果还是不懂，我把原文白话翻译和文章解析都放在了公众号文章里，请自行查阅。下面就让我们回到这篇文章的思想上来。钱振伦的这篇《家女论》洞察深刻，笔锋犀利。他通过对当时社会婚嫁现象的剖析，深刻地指出了女性，特别是其教养和家风，对婚姻家庭稳定幸福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。文章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一个尖锐的对比。富贵之家的女儿往往在婚姻路上步履维艰，且容易导致家庭不睦；而清贫之家的女儿反而更能成就美满姻缘，滋养家族兴旺。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：第一是在婚嫁的起点上，母亲的格局与女儿的教养决定了婚姻的成与质。问题的根源往往开始于家庭内部。当母亲主持家事，溺爱成风时，也就是所谓的聘鸡司令舐犊成风，便容易将女儿的婚嫁视为一场利益的博弈。他们以平量货值的功利心态去挑选女婿，追求东食西素般的十全十美。这种精于计算、务求全才的标准，最终导致五角六张、良缘难觅。